有的人碰到一些的危机家庭婚姻的危机，有的人是财务上的危机尤其现在这个川普老兄把这个全世界搞得鸡犬不宁的这是于洪杰上个月在台湾讲道的时候讲的一句话。他说，台湾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压力，他们的这种危机感来源是川普。他说，川普呢把这个世界搞得鸡犬不宁。那作为一个牧师在讲台上讲出这样的话，实在是不应该。他这是明显在攻击川普，把这个世界都搅乱了。我不知道他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什么。川普在哪里把这个世界搞得鸡犬不宁了？反映在什么方面？世界的经济是因为川普而倒退了吗？人们的失业是因为川普吗？那前面讲到的台湾人压力很大，有危机感，这个原因呢，归结到就是川普。那难道台湾人他们的危机不是来自于中共吗？中共的战机每天都在扰台，难道不是川普，不是美国的军队在努力的保护台湾吗？怎么一个保护他们的人，一个保护他们的国家，反而成了他们的危机？我认为于洪杰他这样的说法，不管是从神学、从牧养上，都是极为不妥的。作为牧师在讲台上，应该衷心的传讲神的真理，劝勉信徒在危机当中依靠神，而不是将属灵的危机转嫁到某个政治人物身上。于洪杰他这种说法呢，是带有情绪性的，表达了他的立场，就是不接纳川普。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我们主要的是和神的关系。当我们灵性低落，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往往是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而不是我们在社会上去找原因。他这样的讲法呢，就迎合了很多基督徒的这种心理，就是说，我现在的压力，我的危机感，不是我的灵性出问题了，而是世界上的局势，某个政治人物他搞的，就是都怪川普，他把我们搞得这样的鸡犬不宁。于洪杰他这样说法呢，其实也是带着政治的偏见。在美国大选的时候，他在公开讲道当中，从来没有说过要支持川普。作为一个牧师，在这个政治立场上，他虽然没有明确支持民主党，但是呢，起码他在政治立场上是模糊的，是摇动的，是摇摆不定的。那现在他要讲这样的话，是川普把这个世界搞得鸡犬不宁，就更明确的让我们看见他的政治立场是不接纳川普，是不愿意承认川普是他的总统。实际上，人的压力，世界上这种动荡，这个根源都是人的罪，人的败坏，这是圣经一再启示给我们的。而且，川普上任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他所做的事情大家都有目共睹，尤其是他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可以说是美国史无前例的强硬的态度。不管是在贸易战上，是在科技的制裁，还是军事的威慑上，都是不遗余力的。这些措施呢，都是对台湾的极大的支持，减缓了中共对台湾的这种威慑。在对待台湾方面呢，川普他签署了台北法案和国防授权法，这些呢都是极大的对台湾的支持，而且公开的川普提升了台湾在国际上的这种地位，在给台湾的军售上和对台湾军队战力的提升上，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今年，美军派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职人员参与台湾的军演，一方面呢是帮助台湾的军队提升战力，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中共的一个宣告，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川普可以说一次再次的挑战中共的红线，中共的红线已经是一退再退，其实呢已经没有红线了。可以说美国是台湾的一个安全的保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台湾的危机反而是因为川普造成的。明眼人都知道，台湾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中共，他们一再的提出来军事上的威胁。另外呢，就是统战的渗透。
信息的操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美国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那台湾的处境可以说更加的孤立，更加的危险。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动荡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共、俄罗斯、伊朗、北朝鲜这几个邪恶的轴心造成的。李永杰他把这个责任推到了川普身上，反而掩盖了真正的威胁，就是中共。李永杰他把川普说成是搞得鸡犬不宁，就是把世界搅乱了，这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说法。作为一个牧者，如果对信徒灌输这样的思想，认为一切的问题来源都是美国，都是川普，这样呢会混淆信徒他们本来就混乱的、本来就糊涂的看待世界的眼光。讲台上牧者的话很容易影响信徒的心态的。作为牧者，应该在讲台上提醒信徒为掌权者祷告，当然也可以在合适的场合、适当的时候指出某些不合神心意的政策，也可以对某些的政治人物提出批评。但是呢，我们要本着一颗公平公义的心，合乎真理，合乎圣经，而不能带着偏见。最终的目的，我们是要把信徒带到真理里边来，让他们有属灵的智慧，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这些的政治人物，从而让信徒对我们的福音有更深刻的认识，对未来有从神而来的永恒的盼望。永杰他的这个说法不但是在神学上、在牧养上是有问题的，也是对真实的国际形势的一个误判。他把焦点呢放在攻击川普上，却没有指出真正的威胁是来自中共。这样的说法呢，对信徒是一个严重的误导，其实呢也是损害了牧师在真理上的权威。我个人呢是很少提到台湾的，其实呢我对台湾是非常关注的。之所以少提台湾，是因为我对台湾的某些人他们的做法呢，我看到以后心里是非常难过的。某些人为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誉，置台湾的命运于不顾，可以说是非常自私的行为，也是非常丑恶的。我个人认为，台湾最大的威胁也不是中共的军事威胁，而是台湾内部，就是台湾人他们自己。因为现在在台湾可以说有相当大的数量的被中共迷惑的糊涂的百姓，这才是台湾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危机。前一段时间的台湾大罢免的彻底的失败，就是一个明证。所以台湾最大的威胁不在于外部的军事的压力，而在于内部的争斗、人民的迷惑。圣经里边经常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毁灭的原因不在于外部的敌人、外邦人，而在于他们自己。他们离弃神，去拜偶像，他们的心远离神。那对于教会来说，外部的逼迫、威胁可以使信徒更加的依靠神，但是呢，来自内部的败坏、灵性的低落却是毁灭性的。那台湾现在的状况其实是非常的危险，危险就在于有相当多的人，他们现在已经被中共的宣传、经济的诱惑、所谓的和平统一这些幻象所迷惑了，可以说中毒极深。他们失去了对真实敌人的这种清晰的分辨力。所以说这次大罢免表面上看是一次政治事件，但是暴露的是这个社会的分裂，这是最可怕的。据我所知，现在台湾的基督教形势也是令人堪忧的，在真理上追求不够，又受到很多的异端邪教的侵蚀，而且呢，台湾历来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一个没有真正的信仰根基的民族国家，很难聚集起来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这是最大的威胁。所以很多人他们宁可相信中共的鬼话，也不愿意面对残酷的现实。更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台湾，罔顾真理，罔顾自由。这就是圣经里边说的糊涂人，他们轻看智慧，不受管教，最终的结果是自食其果。美国已经多次警告台湾人，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呢，又有几个人愿意来思考，愿意来面对呢？
现在台湾很像诺亚时代的那些人，他们每天照常吃喝嫁娶，浑浑噩噩的，就像诺亚时代的人认为哪里有大洪水，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大洪水来了以后，他们躲都没地方躲。如果将来真的中共发动军事进攻，大家可以想想，虽然美国他们会干预、会支持，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不管结果怎么样，受到最大的打击的、伤害的就是台湾这个岛屿上边的人民。而在那个时候，那些亲共人士，他们早已经跑到大陆去了。现在台湾的这种自我的攻击，其实呢，就像一个免疫系统紊乱的一个人的身体，这些免疫的系统，他们互相攻击，分辨不出是敌是友。当百姓甘愿接受敌人的洗脑的时候，这个国家其实已经失去了抵抗力。这是敌人最喜欢看到的。可以说，他们有机会兵不血刃，真的像他们期待那样和平的收复。所以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缺乏真理，不认识神，这是最大的威胁，这是最大的危机。而且没有真理的人最容易被蒙骗，也最容易被收买。现在台湾很多人就已经被收买了。真正能改变人心的，只有神的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作为牧者，作为基督徒，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把福音的真理广泛的传给这个社会，传给不认识神的人。如果台湾现在有哪怕40%-50%的人是真正信神的，认识福音的人，是真正信主的基督徒，那这个社会完全不一样。因为神告诉我们的就是要追求公平公义。那些跟着中共跑的人，他们的心里边有公平公义吗？另外一个，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世界上一切抵挡神、迫害神的家、教会的人和势力，都是来自魔鬼撒旦的邪恶的势力。那作为教会，如果不敢于揭露这些邪恶的势力来自撒旦的攻击，就是对神的背叛，就是妥协。可以想象，将来大陆真的掌控了台湾，作为基督徒，永远享受不到现在台湾所能够享受到的宗教自由的环境了。就像现在的三自教会一样，完全被中共掌控。这个教会的头不再是基督，而成了中共。那现在的香港就是将来的台湾，这是太清楚不过的了。为什么很多的人就看不到这个残酷的现实呢？我真的希望台湾更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成为守望者，提醒百姓分辨什么才是真正的平安。就像耶利米书说的，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根本就没有平安。在何西阿书的4章6节说，我的百姓因无知而灭亡。如果继续在这种迷惑中沉睡，那真正的危机可能不是中共打过来，而是自己先崩溃了。希望我们都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一个从神而来的分辨，不被情绪化、偏见化的这种于洪杰的这种言论所影响，而是以圣经的真理为根基，自己从社会的事实当中自己去分辨。我们要看见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一直他在掌管，就是他的历史。同样的，现在也是神的历史，也是神在掌管的历史。神会兴起他的仆人来阻挡邪恶，保护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应当为执政掌权者，尤其为川普祷告。美国的政权，美国的军队对整个世界的安全至关重要，我们要看到这一点。作为信徒，我们应该为当今世界上那些神使用的政治人物祷告，尤其是川普，包括台湾的赖清德总统，求神赐下敬畏神的心、公平公义的心在他们身上。作为信徒，我们应该有属灵的盼望。真正最重要的复兴，不是一个国家的昌盛，而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复兴。这个呢，是要我们自己去追求、去努力、
去学习的。保罗说的，让我们为执政掌权的祷告，让我们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可以好好的追求神，为神做见证，为神传福音。那神也兴起使用这些的政治人物来保护、来管理国家，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有一位弟兄姊妹来提醒我，我每一个视频呢，好像就突然中断，突然结束了。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主要就是针对于洪杰牧师他讲的，说川普把这个世界搞得鸡犬不宁，这个话呢是不符合我们作为牧者牧养的原则。我们不能带着政治的偏见在讲台上讲。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听到的时候，我们有自己一个属灵的分辨，就像保罗所夸奖的庇利亚的信徒，我们自己查考圣经，看看他讲的是与不是，